对了，有件事要跟你说一说的。海童换了一个话题，他说话依旧轻快，让战印听出他并没有因为他的沉默而生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不生气却让战印心里颇不是滋味。什么事啊？奶奶说想来咱们家住上2天过周末假，她让我一定要跟你说说，怕你会不同意啊。你是奶奶的亲孙子，怎会不同意啊？老太太无非是怕打扰到夫妻俩的2人世界。老太太想多了，她和战印有什么2人世界啊？不过是挂名夫妻啊。白天各忙各的，晚上各睡各的，有事情才会说上几句话，闲聊的机会及时间都很少。当初闪婚，她觉得她的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，现在呢，真的是过成了她想的那样。海童对战印略有点动心，但因为他来接战印下班，战印沉默后，他便又掐灭了那点苗头。还是按着协议生活吧，5个月后就恢复单身了。战印还真不想让奶奶过来，奶奶就是老狐狸，最喜欢坑他们这些当孙子的了。知道他和海童还是挂名夫妻，奶奶一旦过来住，肯定会千方百计把2个人送上同一张床上。我们周末也各自有事情要忙的，没什么时间陪伴奶奶老人家，他来我们小家还不如留在老家呢。好歹他老人家的儿子儿媳都是退休了的了，可以陪他老人家。听了战印的话，海童偏头看着他，啊，怪不得奶奶反复提醒他一定要跟战印说这件事，不要擅自做主。哎，原来这家伙还真的不希望奶奶过来呀。你是不想让奶奶过来住2天吗？又不是住很长时间，就住2天而已。奶奶说她就算过来，都是下午才会到，就算奶奶在咱们家住下来也没事。奶奶以前就喜欢去我店里待着，她要是住在咱们家，可以跟着我去店里。战先生，那是你的奶奶呢，亲奶奶。战印在心里腹诽着，要不是秦奶奶的要求，他以为他会娶她吗？嘴上却说道，我不是说不让奶奶过来，行了，这件事呢，我会打电话跟奶奶说的。海童沉默了一下后，试探地问他，战先生，你和奶奶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？咱们那个小家，你不觉得太安静了吗？多一个人能热闹些。奶奶就是个很爱热闹的人吧？海童觉得有奶奶在，回到家里至少有点人气。我就是喜欢安静，才一直住在外面的。海童，好吧，你跟奶奶说吧，你决定。我还是觉得咱们家太安静了，奶奶就算过来也是住上1、2天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养2条狗，2只猫？战印偏头看他一眼，又继续看着前方的路，他淡淡的道，狗和猫又不会说话，况且他们会拆家，会掉毛，会到处大小便，我讨厌。当然，你要是把它们时刻关在你住的房间里，不让它们在我面前晃，你要养一屋子的猫猫狗狗，我都没有意见。这个天别聊死了。海童不再说话，安安静静地坐着，默默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。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海玲也才刚回到。姐，海童边下车边叫着姐姐。海玲扭头见到妹妹夫妻俩，她胖胖的脸上挤出了笑容，问着妹妹，你和战印去哪里回来？我叫他过来吃饭，去他公司等的他。姐，怎么样？找到工作了吗？战印下车后也叫了海玲一声姐。海玲笑着应了一声，在妹妹提及工作的事情后呢，她神色黯然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，还没有找到，简历投了一堆，都还没有回音，要不就是直接回绝。啊，顿了顿，她又说道，知道我有个孩子才2岁大，竟然说我孩子这么小，事情多，我容易分心，不能专心工作，把我气得够呛的。谁说有了孩子的妈妈就不会专心工作呢？我跟他们说，孩子有人照顾，我上班时间绝对能专心工作。人家就像没长耳朵似的，听不进去。什么时候开始，当妈妈的女人找工作还得受到歧视了？海玲出去找了一上午的工作，又累又饿，却没有半点收获。想到婆家人骂她的话，说她现在离了周红林，怎么生活？她与社会脱节了3年时间呀。优势不在找工作，不就是公司挑她，而不是她挑公司。她还想着重新干回财务总监呢。现在看来啊，甭管是什么职位，她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不错了。
姐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总会找到合适的工作的嘞。海童安抚着姐姐，他挽着姐姐的手臂进店，先吃饭，休息休息，下午再去找找看，或者网上投简历等通知面试再出门。我网上也投了简历的，来电话通知面试的并不多。对于重回职场，海玲本来是自信满满的，但经过一上午寻找工作后，她忽然有点不自信了。或许她要放宽条件，不要只找财务的工作，可以试试其他。洋洋乖吗？挺乖的，有小军陪她玩，玩得很开心。我去接站印的时候，她吃饱喝足就睡了，现在应该还在睡。海玲笑了笑，平时我带着她调皮得很，我不在身边，她倒是听话得很。她去看过了儿子，见儿子睡得香甜，她摸了摸儿子的小脸，又俯下身去亲了亲，这才出来和大家一起吃饭。战先生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多喝碗汤补一补。海童给自家男人多盛了一碗汤。海玲听到妹妹叫妹夫战先生，说妹妹，你叫战印做战先生，叫得太陌生了。海童嘻嘻地笑道，没事，我对他的称呼时时变的，反正叫的都是他，他也习惯了。战印也附和着，姐，我和海童都这样，想怎么称呼对方就怎么称呼。有时候我也会叫她海小姐的。海玲笑道，行，这是你们夫妻俩的闺房乐趣，你们习惯就好。她和周红林刚结婚那会儿，正是浓情蜜意时，夫妻俩天天都是老公长老婆短的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叫她红林或者连名带姓了，他也是直接叫她的名字啊。貌似周红林很久没有叫过他老婆了吧。吃过饭后，海玲说要回家休息休息，找了一个上午的工作，她觉得好累啊，工作没找到，也有点受打击吧，她要回家重新写几份简历，意向放宽一点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。姐，我送你回去啊。海玲看看妹夫，战印适时说道，姐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小心开车，海玲叮嘱了一句，等妹夫走后，她才去抱来依旧在睡着的儿子。上了妹妹的车，说道，战印中午吃饭的时间要是不长，你就给他送到公司去，不用他跑来跑去，中午都没得休息。知道了。海童把车开动。他是不会再去战氏集团的。这话啊，他没有说出来，免得被姐姐一顿教导吧。看得出来，姐姐很认可战印这个妹夫的。战印回到公司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上班时间。一出电梯，秘书看到他便恭敬地道，战总，苏总在等着你了。战印点点头，迈着沉稳的步伐朝他的办公室走去，同时吩咐着秘书，帮我煮杯咖啡，不用加糖加奶。他喝纯咖啡。秘书本能地说道，战总下午是不喝咖啡的。战印一般都是早上喝一杯咖啡便能撑上一整天，要是下午再喝一杯咖啡，他晚上都不用睡了。故而下午他不喝咖啡。战印没有回应秘书，秘书不敢再说话。等战印进了办公室后，他赶紧去给上司煮咖啡去。推门进去，战印便看到了苏南拿着望远镜站在窗前看着什么，他脸色沉沉的，大步走过去，伸手夺回了望远镜，别乱动我的东西，有点心虚的味道呢。苏南调侃着，你放在桌面上，我才拿来看看。两个人回到桌子前坐下，战印把望远镜放好。中午的时候，嫂夫人来了吧？苏南，你是不是很闲啊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八卦。苏南嘻嘻地道，给你做事太闷了，难得有点消遣，就忍不住八卦一下。你这盆发财树比奕晨办公桌上的那盆要大一点呢，嫂夫人那双手真是巧呀，这些玩意儿编得像真的一样。战印淡淡的道，奕晨能和我比吗？他是海童的丈夫，奕晨只是小叔子。苏南，等会儿我也让秘书给我下单，我买一盆更大盆的回来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看看我能不能发大财。战印横了他一眼，最好把他店里的工艺品都买了个遍。我给你打工，你给我发工资，又叫我去你老婆的店里消费，然后你发给我的工资进了你老婆的钱包，战印，你还能再奸诈一点吗？下次挖个大坑坑死你，
让你知道我能有多奸诈。苏南忙投降，行，我不调侃你了。军武少走了？战印问起正事。走了，合同一签，吃完饭他便回 A 市去了。军武少那些保镖真是寸步不离。战印淡淡的道，军武少拳脚功夫不怎么样，他们军家在 A 市和我战家一样，都是第一豪门。喂，求安全，武少便只能多带点保镖了。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，何必大惊小怪啊？你要是羡慕武少的排场，你也可以每天带上10个8个的保镖。苏南不带保镖，他自己就身手了得。况且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要是带着保镖出门，就太引人注目了。2个人在谈着正事，秘书敲门而入。战总，你要的咖啡。秘书把刚煮好的咖啡端过来，轻轻地放在战印的面前。等秘书出去后，苏南打趣着好友兼上司，中午跑去和老婆卿我了，下午就没有精神上班了吧？多喝2杯咖啡哈。战印脸色沉沉的，卿什么我？他感觉他和海童之间又有了点不愉快。他来接他下班吃饭，他表现得不欢喜，他是不说什么更不生气。战印敢说他以后是不会再来战氏集团接他下班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该不会是夫妻吵架了吧？我看嫂夫人脾气挺好的呀，不是不讲理的人。战印沉默了良久，终究是没有说出原因。苏南嘴巴牢是牢，但喜欢八卦。他怕苏南知道的太多，哪天喝醉了，全把他的事吐了出来。但他又想从苏南这里讨点方法去缓和他和海童那看不见的僵局。于是他说道：“我似乎有点伤了他的心。”苏南两眼放光，叠声问：“怎么伤呢？说来听听。”战印在桌子底下一脚踹了过去。苏南被他踹了一脚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说话留半句，吊人胃口吧。战印，不带你这样的。你别管我怎么伤的，你只要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。”送礼物了。战印黑脸，他做不来那等浪漫之事。最直接的方法也最有效，你把他扑倒，狠狠地爱他一回，保证他什么气都消了。音落，他又被战印踹了一脚。苏南起身拖开了椅子，坐得远远的，免得老是被战印踹。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总要那啥的，你们夫妻俩总不会是什么都不做吧？战印绷着脸，他连房间都不许他踏进去，怕他占他的便宜。他的房间他也不想进去，怕像第1晚那样看到了不该看的。不过这也是你的正常处理方式，毕竟像被你奶奶逼着娶了他的，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离婚呢。了解战印，苏南便知道战印和海童的婚后生活平淡得很，也就是搭伙过日子吧。你盼着我离婚？战印问得阴森森的。他端起了那杯咖啡，喝了2口。苏南笑道：“我盼着你离婚干嘛？对我又没有好处啊。以你的脾性，你是不打算和海童做一辈子夫妻的，不过是应付你奶奶罢了。否则你不会隐婚。隐婚对你的妻子来说是不公平的，是让她受委屈的。你不在乎她受不受委屈，就说明你不打算与她过一辈子。这样的话，你与她隐婚，反而就成了对她的保护。等你们分开后，她再嫁，不受影响。”不知为何，听苏南分析的头是道，提及海童再嫁，他心里的不是滋味更加强烈了。东明约咱们明天去老地方吃饭，那家伙每次请咱们吃饭都是去石的市府那里，我承认那里的饭菜很不错。要不是旁边便是战奶奶的游艺咖啡厅，可以去那里坐坐，放松神经，我都懒得去了。那是咱们以前常去的地方。东明是个怀旧重情的人，以前他们都还没有坐在如今的位置上，战印更是在历练，连个总都还不是，又不喜暴露尊贵的身份。3个好友常去吃饭的地方便是那种中档次的餐馆了。游艺咖啡厅是管城最大最高级的咖啡厅，在它的周围，不论是服装店还是餐馆，档次都不会太低。档次太低，捡不到游艺咖啡厅带来的客源呀。去咖啡厅消费的人通常都是职场精英，这些精英们向来不会亏待自己，从咖啡厅出来呢，往往会去尝尝其他美食，或者买衣服什么的。所以在那条繁华的街道，
由以咖啡厅为中心，形成了一股中高端消费链。你去吗？有人请吃饭，我当然要去了。战印难得有了点笑容，他和苏南还有陆东明的交情是最铁的。陆东明请吃饭，他赏脸是一回事，主要还是避免在家里和海童大眼瞪小眼的过于尴尬。那我也去吧，难得周末，总要放松放松的。吃过饭后，再去你奶奶的咖啡厅坐坐，晚上去海边烧烤如何？战印拒绝了，去烧烤还不如去打高尔夫球呢。苏南唠叨了很久才离开啊。等他走后，战印便打电话给奶奶。阿印，海童跟你说了吧？说了。战印声音低沉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，我再提醒奶奶一次，我已经满足了你的愿望。娶了海童，其他事情啊，奶奶别插手。这死孩子脾气又臭又硬，不让他插手，他什么时候才能抱上曾孙？哎，急死他老人家了。也不管奶奶是什么反应，战印说完后便挂断电话，又喝了半杯的咖啡，便开始投入到繁重的工作当中，一直忙到深夜，他才回家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，海童已经睡着，偌大的一个家，安安静静的，用海童的话说，感觉没有人气一样。他想养宠物狗，但他真不喜欢养宠物，他养它便足够。在大厅里静坐了片刻，战印才回他的房里，一夜无话。隔天战印醒来的时候，已是日上三竿。海童不在家里了，不过很体贴的给他打包了一份早餐回来，放在餐桌上，他一出来就能看到。战印走过去，看到桌上还压着一张字条，他拿起字条，上面写着：我去我姐家里了，中午不回来吃饭，你自己解决吧。战印把字条揉成了一团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正好他中午要去和好友聚餐，各过各的了。海童打包给他的早餐，战印揭开了一次性的饭盒盖，看到是肠粉。他本想不吃，合上了盖子后，端起来就想扔进垃圾桶里，却又打住。想了想后，他终究是在餐桌前坐下，重新揭开了饭盒盖，默默地吃着他其实不喜欢吃的肠粉。不得不说，跟海童生活在一起，他才有点凡夫俗子的样，尝到了很多他平时都没有吃过的小吃。吃完了早餐后，战印便晃到阳台去，在秋千椅上坐下来，欣赏着他养的那些花花草草，一直待到11点，接到了苏南的电话催促，战印才回房里换了衣服出门去。知道海童在姐姐家里，战印便想着夫妻俩是遇不上的，他便没有开那辆东风商务车，而是像往常那样坐着他那辆尊贵的劳斯莱斯，在好几辆的保镖车护送下，浩浩荡荡地前往这个实的是福餐馆。到时候把车停放在奶奶的那家咖啡厅前面，再不行去餐馆，就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。战印到达餐馆的时候，陆东明和苏南早就到了，他们朝他招手，他带着一班保镖走过去。保镖们自动在3人旁边的桌子前坐下来，既能就近保护他们的大少爷，也不影响大少爷和朋友们吃饭。也就是陆少和苏少出面，才能把他们大少爷的尊驾请到这里来。战印等人选的位置是最偏僻的，那样安静。战印，你点菜吧。陆东明把菜谱递到战印面前，战印并没有拿起菜谱，淡淡的道：咱们常来，跟老板说老几样吧，不换换新鲜的。苏南接过话来，他嘴巴刁，换了未必能吃得下。我也是老几样吧。陆东明见2个好友都不换菜式，便招来了服务员，把3人要的几道菜式写下来，交给了服务员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战印起身便走，有一名保镖也起身跟着他走。他们不是担心会有人在这里对大少爷不利，而是担心有花痴心纠缠大少爷。大少爷就是一块会移动的大磁石，不管去哪里都会成为人群中的焦点。聂生，多吃点，吃饱一点哈。从洗手间里出来，战印忽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那是他老婆海童的。他循声望去，果真看到海童就在不远处的一张临窗桌子前坐着，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菜品。他和张念生面对面坐着，2个人有说有笑的，他竟然还给张念生夹了1筷子的菜，笑着叫张念生多吃点。
哪怕他旁边还坐着沈小军。战印也觉得这一幕非常的刺眼。张念生暗恋海童，是他的情敌。他说去他姐姐家里是骗他的，他分明就是和他的情敌在吃饭啊。保镖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大少爷、大少奶奶只是和朋友吃饭啦。保镖低声替自家大少奶奶辩解一句，战印一声不吭，抬脚便走。保镖投给并不知情的大少奶奶一记同情的眼神，就赶紧跟着大少爷走了。海童并不知道战印也在这里用餐，他是还张念生的人情才会请张念生吃饭的。由于他一直把张念生当成弟弟看待，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张念生会给他夹菜，他有时候也会回报一二，给张念生也夹些他喜欢吃的菜。压根儿就没有多想的他，却不知道这一幕落在他家男人的眼里，会掀起狂风暴雨，把他淋成个落汤鸡。战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倒是脸色平静。等饭菜上来后，他便开吃，不管两个好友在谈论什么话题，他都是一声不吭的。脑海里总是浮现海童笑着给张念生夹菜的样子。战印，你今天有点怪。陆东明夹了一筷子的菜，吃了后看着坐在他对面的战印，说道：怎么老是吃，一句话都不说的？苏南附和着点头。战印淡淡的道：我饿了，早餐就吃了他不爱吃的肠粉，那量也不多，他饿是真的饿了。当然他心情更不好，心情不好他就吃。他夹菜给张念生，他又不稀罕，以为他稀罕吗？以为他会吃醋吗？他早说过了，他是个不吃醋的人，嫌酸啊。他们夫妻俩本来就是搭伙过日子，也签过了协议，私生活上谁也别干涉谁。他要提前找好下家，只要在婚姻期间他和张念生没有同居，给他戴绿帽子，他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战印在心里自我开导，可是他的脑海里还总是浮现海童和张念生有说有笑的画面。两个好友都是知道战印被奶奶唠叨的受不了，最终娶了奶奶的救命恩人。听他说饿了，苏南打趣地问着：你不是有老婆的人吗？还能让你饿着？早餐不给你做好吃的？以往在公司里遇上了，他说请战印一起吃早餐，战印总说他是有老婆的人，那炫耀的味儿重着呢。苏南还伸手去扯了扯战印今天穿的衣服，有老婆的人了，衣服还是穿自己买的呀。战印一脸冷漠，抬手就拍开了苏南的手，淡冷的道：我和他不过是挂名夫妻吧，偶尔做做样子给我奶奶看看的。海童忙着和张念生说笑笑，给张念生夹菜吃呢，都没有时间给他做早餐，就在外面打包了一份几块钱的肠粉给他吃。他本来不太喜欢肠粉的，考虑到是他买的，他要是扔了，他又得心疼他买早餐花去的钱，他才会逼着自己吃了。还有他上次送给他的衣服，也就是买了西装外套吧，几条领带而已，压根儿没有帮他买几套家常便服，周末在家总不能让他穿着西装吧。哦，是了，他送给他几套西装，是因为他陪着他处理微博热搜的事情，他心存感激才会送他几套衣服的，那是报酬啊。切，平时装的也太像了吧，简直就像模范夫妻，我差点都信了，还想着要不要也去闪婚一个老婆回来呢。苏南笑嘻嘻地对陆东明说道：东明，你是不知道的，在公司里他呀经常在我面前秀恩爱，喂我满嘴的狗粮。我本来觉得单身挺好的，被他喂狗粮喂得多了，都差点要去征婚结束单身了。陆东明笑道：那你赶紧去，以你的条件，征婚启事一出，多的是女人来应征。他就不一样，他身世背景都不差，陆家的四少爷呢，唯独脸上那条刀疤看得让人心生恐惧。他没有女朋友，既是他没有遇到喜欢的人，也是因为别人嫌弃他破相了。他人又高大威猛，脸上添一道刀疤，给人的感觉过于凶神恶煞。陆东明无所谓，对于爱情及婚姻，他是顺其自然的，可不想像好友那样被奶奶逼着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为妻啊。哪怕是挂名夫妻，是隐婚，陆东明也是不乐意的。战印听着两个好友在打趣着，没有再说话，继续吃他的。很快啊，他便吃饱了。我去我奶奶的咖啡厅里坐坐，你们慢慢吃。放下筷子，抽了纸巾试了试嘴边的油渍，
战印便起身准备离开。我们俩也吃饱了，陪你一起过去。陆东明和苏南也放下了筷子，要跟着战印一起去隔壁的游艺咖啡厅。保镖们早已吃饱喝足，见自家大少爷要走了，他们默默地起身，护着大少爷悄悄地往外走，怕惊动了大少奶奶。大少奶奶是和张家少爷一起吃饭呢，张少爷是见过他们大少爷的。哎，故而不能惊动大少奶奶，否则大少爷的身份就穿帮了。陆东明去结账，苏南等着他结了账，便和他一起往外走，边走边小声说道：东明，你有没有觉得战印今天怪怪的？不，来的时候他还是很正常的，表情是没有那么冷漠的。战印沉稳一冷峻，大家都知晓，不过私底下和朋友们相处呢，他的冷漠还是会连起3分，给朋友们2分温和的。我觉得他是去了洗手间后就变了。苏南忽然停下脚步，扭身就要往回走，嘴里说道：我去看看他上洗手间遇到什么了。陆东明一把拉住他，拉着他往外走，好笑的道：就算他看到了什么，都多久了，还能保存原样等着你去看。战印向来如此，你想多了吧？陆东明不觉得有什么人和事可以让战印一瞬间变脸的。战印性子沉稳，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。我没想多，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才会忽然冷冰冰的。苏南是真的很好奇，想知道战印到底在洗手间看到了什么。他悄声说道：东明，你说他会不会是在洗手间看到有情侣那啥了，然后他觉得会气，所以脸色变得难看。我真要回头去看看的，说不定人家还没有结束呢。苏南说着又要往回走，被陆东明扯住。陆东明好笑的道：你当这里是夜总会啊？这是吃饭的地方，我们常来的跟老板都熟了，要真有人敢在洗手间做出那等辣眼睛的事，老板知道了绝对会赶人的。你真想知道原因，何不直接问战印？陆东明粗犷，有疑问直接问个清楚明白，懒得去拐弯抹角。苏南想了想，笑道：算了，不问了，看他现在心情不好的样子，我问也问不出来。要我说，就是你多心了啊，战印的脾性一向如此，咱们跟他那是多少年的老友了，你还不知道他？出了餐馆，陆东明直接朝游艺咖啡厅走去，苏南跟随着。就因为是多年的老友，他才能察觉到战印心情的变化。战印和好友们在这里吃饭的事，海童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他和好友还有张念生3人边吃边聊天，吃了很长时间。张念生接到一通电话后要先行离开，海童便说道：我和你姐也吃饭了，那我去结账吧。念生，你有事情要去处理，赶紧去，我和你姐还要去旁边的咖啡厅坐坐。上次陪好友来相亲，海童就喜欢上了游艺咖啡厅的安静。这条街道很热闹，也算得是繁华的，游艺咖啡厅的老板舍得砸钱啊，在里面装了隔音材料，故而走进了咖啡厅，外面的喧闹便与里面无关了。张念生想到自家表姐也开着车过来，等会儿可以送海童回家，便说道：君姐，海童姐，那我先走吧。去吧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沈小军叮嘱了自家表弟一句：姐，等会儿麻烦你送海童姐回去了。海童有4个轮的车子，但他很少使用，然后油价上涨，现在加满一箱又得好几百块钱，能不用他就不用。哎，居家过日子总要精打细算的。虽然战印给他的家用很可观，他也不能大手大脚的。沈小军笑道：知道了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会送你海童姐回去的。赶紧忙你的去吧，大周末的吃顿饭都不能安心，大集团的接班人不好当。张念生颇有点不舍，却无奈的先行离开。海童结了账后，与好友手挽着手走出餐馆，往旁边的游艺咖啡厅走去。他一进门口，战家的保镖便发现了他，马上通知了战印。战印并不是在喝咖啡，他就是想来奶奶的咖啡厅坐一坐，静一静，驱赶海童带给他的影响。听到保镖说海童也进来了，战印脸绷得紧紧的，又冷又硬又臭。这下子连陆东明都察觉到他的变化。陆东明和苏南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陆东明说道：阿印，
需要我和苏南避开吗？战印看向门口，只看到海童挽着沈小军的手臂进来，并不见张念生，虽不见了情敌，但他的脸色依旧冷硬尖臭。听了好友的问话，他低沉的道：“他又不认识你们俩了。”也是，海童并不认识他们俩，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，真没必要避开。见战印坐着不动，苏南打趣的道：“不去跟他打声招呼？”战印一脸冷漠的道：“他有他的朋友圈子，他的朋友我也不熟，没必要去打招呼。”苏南耸耸肩：“好吧，那又不是他的老婆啊，好友懒得去打招呼，他和东明更不会过去了。”海童和小军挑的位置呢，离战印三人的位置有点距离，他又是背对着战印。顾儿没有发现战印也在，倒是战印能轻松的把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心里有妻儿的战印遇到妻子也来咖啡厅的时候，却冷漠得很，不仅不过去打招呼，也不多看他两眼，就像陌生人一样。苏南都看得有点傻眼，难道上司数次在他面前炫耀有老婆，真的是演戏？可是老夫人已经不管公司的事，很少再回公司，战印实在没有必要在他面前演戏呀。糊涂了，算了，那是战印的私事啊，战印能处理好的。他们这些当好友的，有好戏看的时候，搬张板凳，拿上一袋瓜子，在旁边坐着嗑着瓜子看戏便是。没有好戏看，回家睡觉吧。啊，2个小时后，海童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便跟好友说道：“小军，我们回去吧，我得去我姐家里看看。”行。沈小军也看了看时间，对于好友说要回家，他没意见，等会儿咱们去超市一趟。我买点水果，买2样玩具，我跟你一起去你姐家里，不想回家。看到我妈那张后娘脸，我就不想回去了。海童笑道：“谁叫你在段家宴会上往地上一躺的，把你自己的脸都丢了，还丢了你姑姑的脸，阿姨不生气才怪呢。”沈小军想想自己做的事，笑道：“丢脸就丢脸呗，省得我妈和我姑总以为我国色天香，绝代风华，能当皇后娘娘呢。现在他们死了这条心，我耳根子才能清净。咦，海童，你看看那张桌子前坐着的3个人，有一个人是不是你家战先生？”沈小军起身的时候看到了战印，忙拍了拍好友的手，让海童确认一下。海童顺着好友的指示看过去，还真是他家男人呢，是他。战印那通身的冷漠气派，鲜少见，海童一眼就能确认出来。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？海童犹豫的道：“他和朋友在一起，我和他的朋友都不熟，就这样过去打招呼不太好吧？”哦，事实上战印的朋友他一个都没见过，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些。那咱们悄悄的溜了。沈小军也觉得突然过去打招呼不太好，便想着趁战印没有看过来，没有发现他们俩，先溜。海童也是这样想的，于是2个女孩子快速的又悄悄的溜走，却不知战印早就留意到了，看到海童装着没有看到他的样子，招呼都不打，选择快速的溜走。战印在心里冷哼着，就算他过来打招呼，他也不会搭理他的，算他有自知之明。从游艺咖啡厅里出来，海童自嘲地笑道：“我怎么有一种做贼的感觉？”沈小军笑他：“谁叫你不过去和战先生打招呼，偷溜不就像做贼？”他那表情冷冰冰的，我怕我过去打招呼，他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，我就尴尬了。他们俩对外是隐婚的呢。沈小军想想后，还真有可能那样。这里有好几辆豪车呢，你看那辆是劳斯莱斯。海童就是随意的扫了一眼那几辆豪车。你也说了，游艺咖啡厅是本市最大最高级的咖啡厅，在这里看到豪车不是很正常的是吗？我跟你说呀，我现在住的小区里都有一辆劳斯莱斯呢，和那辆是差不多的，还是停在我住的那栋楼下。反正我每天出门上班，几乎都能看到那辆豪车。明苑花园因为有那辆豪车的存在，海童觉得小区一下子就被拉高了一个档次。